人類真的是這浩瀚宇宙中唯一的智慧文明嗎？這個問題是不是一聽就讓人脊背發涼，又忍不住浮想聯翩？是啊，如果宇宙裡只有我們，那得多孤獨。可如果不是，那些外星朋友們又藏在哪裡呢？想象一下，你抬頭仰望星空，那密密麻麻的星星，每一顆都可能是一個太陽，而每個太陽又可能帶着一群行星寶寶。而我們地球在宇宙裡簡直就是一粒沙子，甚至連沙子都算不上，頂多算沙子上的一個細菌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在這無邊無際的宇宙沙灘上，難道只有我們這一個細菌進化出了智慧，學會了玩手機、刷視頻、思考人生？我們先從宇宙的家底說起。你以為宇宙很大？不，它比你想象的還要大得多。根據最新的估算，可觀測宇宙中至少有2萬億個星系，而每個星系，比如我們的銀河系，又擁有2000億到4000億顆恆星。這數字是不是已經讓你開始懷疑人生了？以前我們總覺得地球是特別的，是天選之子。但隨着科技的進步，特別是像開普勒太空望遠鏡和韋伯空間望遠鏡這樣的宇宙偵探上線，我們對外星世界的認知正在被顛覆。NASA 最新的數據顯示，我們已經確認發現了超過6000顆系外行星，這可不是小數目，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。這些系外行星中有相當一部分位於其恆星的宜居帶內，這意味着它們與恆星的距離適中，理論上可能存在液態水，也就是生命存在的關鍵條件之一。比如2025年1月，韋伯就發現了一顆名為 LHS1140b 的系外行星，它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有可能擁有液態水和潛在生命的行星之一。還有一些研究表明，在早期宇宙中可能存在比我們想象中更多的宜居行星。韋伯在最近甚至發现了迄今为止最遙遠的星系 MOMZ14， 它誕生於宇宙大爆炸後僅僅 2.8 億年。這說明宇宙早期的星系形成和演化比我們預想的要快得多，也為早期生命的出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。所以你看，從數量上來說，宇宙為生命提供了海量的方圓。如果生命真的那麼容易產生，那宇宙裡應該到處都是鄰居才對啊。既然宇宙這麼大，宜居行星這麼多，那外星人到底在哪兒呢？這個問題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困擾着一位名叫法蘭克·德雷克的美國天文學家。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德雷克方程，試圖估算銀河系中可能與我們進行通訊的智慧文明數量。這個方程長這樣 ：n 等於 r 星乘 fp 乘 ne 乘 fl 乘 fi 乘 fc 乘 l， 是不是有點懵？沒關係，簡單解釋一下。n， 銀河系中可能與我們通訊的智慧文明數量。2星，銀河系中恆星形成的速率。fp， 擁有行星的恆星所占的比例。ne， 每個擁有行星的恆星系統中處於宜居帶內的行星數量。fl， 宜居帶行星中真正演化出生命的比例。fi， 生命行星中演化出智慧生命的比例。fc，智慧生命中發展出可探測文明的比例。L， 可探測文明的平均壽命。這個方程的每個參數都充滿了不確定性，所以科學家們給出的 n 值也是五花八門。樂觀的估計，比如卡爾·薩根認為銀河系可能有100萬個智慧文明，阿西莫夫覺得有67萬個，而德雷克本人則保守的估計有10萬個。甚至有人認為，即便一個星系只有一個文明，那宇宙中也至少有數千億到數萬億個文明。哇，這麼多文明，那他們都去哪兒了？為什麼我們一點都感知不到他們的存在？這個問題就是著名的費米悖論。如果宇宙中存在如此多的地外文明，為什麼我們至今沒有發現任何他們的蹤跡？費米悖論就像一個巨大的問號，懸在所有宇宙探索者的頭頂。它有各種各樣的解釋，有些聽起來還挺讓人細思極恐的。解釋1：文明太稀少了，我們只是井底之蛙。即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，銀河系有100萬個文明，那也只是4000億顆恆星中的40萬分之一。
這意味着平均每40萬顆恆星中才可能有一個文明，而我們人類文明現在還在太陽系裡爬行，距離我們最近的恆星比鄰星也有4.22光年。在這麼廣闊的空間裡，要找到另一個文明，簡直比大海撈針還難。更何況，銀河系的平均恆星密度是每340立方光年一顆恆星，两個文明之間可能相隔数百甚至上千光年，就像2粒相隔萬里的塵埃，想要相遇或發現彼此，難度可想而知。解釋2：文明形式多種多樣，我們鸡同鴨講。我們總是習慣性的以地球生命為模板去想象外星生命。但宇宙環境千差萬別，有冷的，有熱的，有水的，有没有水的，有氧气的，有没有氧气的。科学家們現在認為，生命形式可能遠超我們的想象。比如土衛6，它的主要大氣成分是氮，幾乎沒有氧氣。但科學家們高度懷疑那裡存在着與地球生命完全不同的顽强生命。如果外星文明的感知、交流、通讯方式與我們完全不同，那我們即使面對面，也可能鸡同鴨講，無法互相理解和發現。解釋3：宇宙的大過濾器理論，文明發展太難了。這個解釋聽起來有點悲觀，但卻很有市場。他認為，從生命起源到發展出星際文明，中間存在着一個或多個大過濾器，能讓絕大多數文明在某個階段就戛然而止。這個過濾器可能在我們的過去，也可能在我們的未來。過去的過濾器，比如生命起源的難度、多細胞生命的演化、智慧的誕生等等。如果這些步驟中的某一步極其困難，那麼宇宙中智慧文明的數量就會大大減少。地球生命能夠一路闖關成功，可能只是運氣好。未來的過濾器，這就更讓人擔憂了。它可能包括自我毀滅，比如核戰爭、環境污染、人工智能失控等。文明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，因為內部矛盾或技術失控而自我毀滅。人類現在面臨的許多問題，都可能是這個過濾器的預演。宇宙災難，宇宙可不是一個溫柔的搖籃，小行星撞擊、超新星爆發、伽馬射線暴、黑洞中子星相撞，這些極端事件隨時可能發生。特別是伽馬射線暴，它能在瞬間清除數萬光年內的所有生命和文明。有科學家估計，宇宙演化過程中90%以上的文明可能都被伽馬射線暴清理了。這就像宇宙定期進行一次大掃除，只有極少數幸運兒能躲過一劫。解釋4：我們可能生活在動物園假說中。這個假說很有趣，他認為外星文明可能已經發現了我們，但他們選擇不與我們接觸，就像我們在動物園裡觀察動物一樣。他們可能認為我們還沒有發展到可以與他們交流的水平，或者他們遵循着某種星際公約，不干涉低級文明的自然發展。這聽起來有點像科幻電影裡的情節，但誰知道呢？解釋5：宇宙中可能存在黑暗森林法則。這是劉慈欣在《三體》中提出的一個著名理論。他認為宇宙是一個黑暗森林，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。一旦發現其他文明，為了自身安全，最好的選擇就是開槍消滅對方。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善是惡，也不知道對方會如何發展。在這種極端猜疑鏈下，所有文明都選擇隱藏自己，避免暴露。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宇宙如此寂靜。回到我們最初的討論，人類現在的觀測能力到底有多強？說句實話，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很多都只是模糊的影子。即便韋伯能看到130多億光年外的星系，那也只是光點，無法看清細節。對於周邊100光年內的恆星，我們看到的也只是一個亮點，甚至連絕大多數的恆星的圓面都看不到。對於迄今發現的6000多顆系外行星，絕大多數都是通過零星法等間接方法推測出來的，真正通過望遠鏡直接觀測到的行星寥寥無幾，而且也只是像素大小的光點。我們根本无法知道上面有什麼，更別提有沒有生命和文明了。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我們真的有能力斷定人類是宇宙唯一的文明嗎？顯然還為時過早。我們現在就像一個坐在自家院子裡的小孩，通過一個望遠鏡看遠處的森林，看到了幾片樹葉的影子，就想斷定森林裡有沒有其他動物，這顯然是不現實的。
再次回到最初的問題，人類是宇宙中唯一智慧文明的概率有多大？從概率上講，幾乎为零。宇宙如此浩瀚，生命存在的条件又如此普遍，如果只有我们，那将是一個巨大的巧合，一個違背大數定律的奇蹟。但從現實的觀測來看，我們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地外文明的直接證據。這可能是因為文明太稀少，文明形式多樣，宇宙災難頻發，或者我們正處於某個大過濾器之中，又或者我們只是被圈養在宇宙動物園裡，被更高級的文明默默觀察着。所以，我們既不能武斷地認為宇宙中只有我們，也不能盲目樂觀地期待外星人明天就來敲門。我們能做的就是繼續探索，繼續追問。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喜歡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哦。